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同学聚会，全班人依旧认为我是当年那个农村出来的泥腿子，被刺过我的死对头牵着我没追到的校花，说这是他自己的度假村，嘲弄着让我好好珍惜能够看到赛马奔驰的机会。他翻身准备上马，我心里冷笑，赶起我的马，摔不死你个用我度假村装逼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被拉进班级群，刚进群就看到班长艾特了陆池，各位同学，陆少愿意提供自己带有赛马场的度假村来当这次同学聚会的地点。信息刚发出，群里就炸了锅。好啊，陆少，闷声发大财呀，都买上度假村了。哇，这么大的度假村应该要不少钱吧？何止啊，没听班长说吗？这还是带有赛马场的度假村。陆少，发几张赛马的照片看看呗，我还没见过赛马呢。这条信息刚出现，陆池就像是早有预料，各式各样的赛马照片像是雪花布满了微信群，那一张张照片根本刷不到底。我随意翻看了几张就失去了兴趣。不过我倒是觉得巧合，在我买了度假村后不久，陆池居然不声不响地买了度假村。说起来也巧，我的度假村刚刚试营业，交给我女朋友打理，那边的理事好像也是姓陆。我摇摇头，没做多想，可一提起陆池，记忆就止不住地回溯。我和陆池是大学同学，我家境不好，所以那些有奖金的竞赛我都来者不拒。我和陆池的梁子就是因为一次竞赛结下的，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导致被他用这件事让全班都孤立我，导致我连那年的奖学金都没有拿到。而我当时和陈薇亦算是有些苗头，也因为这件事断了联系，结果才被陆池截胡了。现在想想，也只能怪自己当时太年轻气盛。我还在回忆，群里陆池倒是准备收尾了，最后一张了。虽然他血脉普通，可却是我的爱马。虽然不知道班长是从哪里找到我的微信，但这次聚会看来是陆池的个人秀，我当然不会前去。正准备关掉手机，就看到群里面出现一张赛马的照片，那是一匹流毛赛马，光是一张照片就有汗微传来。我愣了一下，紧接着点开照片放大，套在赛马身上的缰绳明晃晃地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上面刻着的 ZF 与12格外显眼。这 TM 不是我的追风吗？其他赛马或许可能是真的相似，可 ZF 与12前面是追风名字的缩写，后面是我和女朋友周年纪念日，样式和字体都是我和女朋友一起敲定的。几天前，我手底下的小李告诉我，有人租下了我的度假村几天。我当时还在想，还真是运气好。现在想想，这个来租我度假村的人就是陆池。好你个陆池，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我气血上头，喝了口茶压了压。这时候陆池在群里提起了我，周追呢？他不会不来吧？当年那件事我已经原谅他了，这么多年没见，他这次可不能不来。我为了方便工作，将微信名称改成了自己的名字，而头像则是我和追风的合照。陆风说完就艾特了我，我还没来得及回，就有人来劲了。周追，他这么多年不来同学聚会，怕是没脸见我们陆少吧？当年要不是陆少心慈手软，他可在学校待不下去了。这两个发言的我都认识，当年和陆池一起在竞赛上用手段阴我的王纯，在我事业刚起步时候踩我一脚的妙言。妙言似乎是发现了我的头像，紧接着就在群里说，
你们看，你们看，我们陆少刚发他家的赛马。”周追忙不迭就把自己 P 上去了。他或许是认为自己抓到了我的痛点，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到他脸上的神情。你可别这么说，去赛马场也就几百1小时，周追努力还是能攒下1小时的。周追，你不会不来吧？到了这时候，被同学们众星捧月的陆池依旧不忘初心，询问我是否前来。见他们几人一唱一和，我都快被气笑了。来，我为什么不来？发完信息后，我冷哼一声，我倒要看看你陆池是有多大的本事，能偷天换日，把我的度假村弄成你的。说来也巧，聚会的时间正好就定在10、12。阿峰，你要相信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是实至名归。我拿着手机给女朋友发送信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纪念日的时候都有事，第一次没有一起庆祝。等了几分钟后，我看阿峰没回，就把手机塞回口袋，抬起头，赛马场的老林已经在等我了。我先是和他打了个招呼，随后问起了追风的近况。老林笑眯眯地回答我说，追风最近状态不错，问我要不要骑一圈。我摆摆手，穿着马靴进了马棚，和追风完了会。等到微信群发来信息，我才慢慢悠悠地朝着他们所在的赛马场休息室走去。还没进门，我就看到有个熟悉的身影在门口徘徊。他看到我后，笑着朝我挥挥手。周追，你可算来了，就差你了。我也笑了笑。哟，班长在这特意等我呢。他推开休息室的门，休息室比较宽敞，是我特意嘱咐过的。休息室内坐着20来个同学，大多都变化不大，我还能认得出。而在这些人中间，那个一身装备穿戴整齐，看上去是真的准备去赛马的，就是陆池了。陆池看到我进来，翘起了2郎腿，露出了马靴上的印花 logo。 看到我前来，他有些玩味地对我说，哟，这不是周追吗？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一下没忍住，差点笑出声来，不是因为陆池的话，而是看到了陆池腿上穿着的，分明是我淘汰掉的马靴。这双马靴虽然是名贵品牌，但设计确实奇怪，每次穿着我都觉得脚又酸又疼，于是就闲置了。没想到居然被陆池翻出来了，看来这度假村里面确实是有他熟识的人，而且这个人确实是对我不熟悉，不然如果知道我会前来，怕是没有这个胆子。看到我笑了声没有回答，陆池眯了眯眼，搂紧了身旁的美艳佳人，眼神里充斥着挑衅。陈威毅小鸟依人地靠在他的肩膀上，丝毫不见当时在大学时候的高贵冷艳。我看到这幅场景，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有些啧舌，感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冷艳女神居然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周追，陆少这赛马场里面也有马具，就不用穿你自己的马靴过来了。见我不说话，坐在陆池旁边的王纯可就来劲了。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在看到了我沾着泥土的马靴后，眼神带着不屑。他这话一出，同学们的视线纷纷聚集到了我的脚上。陆池一看，翘着的2郎腿抖得更带劲了。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马靴，确实沾了点泥土，应该是刚刚在马厩的时候沾上的。而我这马靴是阿峰特意在法国给我定制的，比赛马场的那些制式马具好得多。只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只是淡淡的回了句，我比不上陆少，陆少事业有成，穿的都是名贵马靴。或许是没想到我居然就这样服软了，王纯一下子卡壳了，说不出话来。到最后还是班长打了，哈哈，拍拍手说，同学们，既然都到齐了，
那么不如让陆少带着我们去赛马场转一转。陆池点点头，既然大家都来了，我就带大家去赛马场上转转。其实赛马场的东西真的不少，光是跑道就有速度跑道、越野跑道等等，而休息室之外就是速度跑道。哇，陆少，这跑道真的好大呀！一般吧，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跑道罢了。陆少，这度假村就不谈了，这赛马场就得不少钱吧？听到这话，陆池神秘一笑，竖起了2根手指头。200万、2000万、2000万3个字一出，就惹来了周围人的惊羡目光。他们只知道陆池是富二代，却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钱。这一个赛马场都要2000万了，那么这整个度假村呢？站在陆池身旁的陈薇亦巧笑嫣然，和陆池一起享受他人羡慕的目光。我面色古怪，看着被众星捧月的二人。陆池，你还是敢吹呀？这赛马场我记得还不到1000万，这还是加上了好几匹名贵赛马后的价钱，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了2000万呢？看着靠在陆池身旁的陈薇亦，我不由得在心里感慨一句，真是时过境迁啊。现在的他身上丝毫看不出半点当年的影子。一群人边走边聊，这时候忽然有人提起了陆池发在群里的照片。陆少，光看这跑道也没什么意思，要不你带我们去看看赛马吧？是啊是啊，我觉得陆少当时发在群里的那匹赛马就不错。听到他们提起追风，我精神一振，好戏现在才拉开帷幕。我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陆池下一步的动作。好，既然同学们想看，那我们就去马厩看看。听到有人提起赛马，陆池面色如常，带着同学们向着马厩走去。一路上不乏有同学询问起关于马场的相关内容，比如马场的设施，又或是马匹的保养。我站在队伍的末尾，听着陆池对答如流。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看得出来，陆池为了这次在众人面前的装逼，应该在背地做足了文章，要不然也不会对马场的设施如此熟悉，更是能够对同学们的问题对答如流。马厩离跑道并不远，走了没多久就到了。我远远的就看到老林坐在马厩门口，正在擦拭马匹的毛发。见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他站起身，见我在人群中，老林刚想说些什么，我就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老林和我认识多年，一看就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们陆少要进去看马，你还不带路？陆池还没说话，跟在他身后的妙言就大声嚷嚷道。老林皱了皱眉头，刚想说些什么，就看到我朝他点点头，示意既然我都同意了，他也不好说些什么。按理来说，陆池包下了度假村，确实是能够进马厩挑选马匹事成，但我这个主人毕竟还在这里，只要我不同意，让陆池滚蛋，他就得滚蛋。进入马厩后，陆池带着我们直奔追风而去。追风一看到我，表现得兴奋异常，可站在队伍前头的是陆池。见此情形，王纯直接开始捧起了陆池。不愧是我们陆少，你们看，就连马都在欢迎我们陆少。还真别说，我看这马还真挺兴奋的，我看这马品相很不错呀。可听陆少说，这还算普通，那优秀的是什么样啊？陆池听着众人的吹捧，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刚想伸手抚摸追风，却差点被咬了一口。见此情形，他也只能回过身，悻悻然地对大家说，看来是我们人来的太多了，他有些太激动了。这时候，有个同学发现了追风身上的缰绳上的刻字 ZF10、12。陆少，这缰绳上有刻字啊，
这刻字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异常地指着刻字的缰绳，一脸期待地等着陆池的答案。此话一出，众人也纷纷将目光投向陆池。我也看着陆池，不说别的，对于陆池编瞎话的能力，我还是认可的。不得不说，陆池的抗压能力还是有一套的。他略一沉吟，就开口解释说 ZF 其实是祝福的首字母，而10、12。说到这，他和陈薇亦含情脉脉地对视了一眼，接着说，那是我和小薇订婚的日子，这次刚好是我们的订婚1周年，这匹马就是我们幸福的见证。他刚说完，班长就带头鼓起了掌，环顾四周，不少女同学都面带羡慕，甚至还有的眼中含泪，就连陈薇亦都快相信了他的说辞，面带羞涩地低下了头。见到这幅场景，我怔住了。陆池的确是有一手，不但用一套说辞解释了缰绳上的刻字，更是让同学们无比信服。见到同学们都很捧场，陆池满意的点点头，他的视线环视了一圈同学，接着定格到我的脸上。或许是因为我脸上的嘲讽意味太浓，又或是我们本来就是死对头的缘故，他眼神一暗，神情微潮的朝我昂昂头，谢谢大家的祝福了。对了，这还是周追这几年来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周追，你要不要说几句？陆池三言两语就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我假笑着鼓掌，附和一句：陆少和威毅，郎才女貌。在郎才女貌上，我特意加重了语气，周围人似乎也听出了我的意有所指，一时之间死寂一片。陈威毅一怔，没敢看我。呵呵，我当然是故意的，我倒要看看这两人脸皮有多厚。大学的时候，陈威毅的确是我们学校的高冷女神，我当年真的算是她的舔狗，不，甚至算不上是舔狗，毕竟能够舔到的才叫做舔狗。我这种充其量只能算是眺望犬，但我当时确实是成绩优异，拿下过多次竞赛的金奖，在学校内也算是小有名气。也正是这样，在陈威毅找我帮忙，说要自己参加竞赛的时候，我也没当回事。而且是女神第一次主动寻求我的帮助，我一下子犯了浑，将手头上整理的资料和已经完成的5成的竞赛模型就交给他了。之后，我就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人生中第一次被背刺的滋味。在竞赛上，陆池拿出了比我更好的竞赛模型，虽然经过魔改，但我还是能够看出这个竞赛模型确实是以我的模型作为底层逻辑展开的。我当时年轻气盛，直接和他硬碰硬。说实话，要是我当时没给陈威毅模型源码，硬碰硬，陆池确实碰不过我。错就错在两人都有源码，说不清了。我现在还记得陆池在竞赛结束后对我说的那句话：学习再好又能怎样？像你这种人，这辈子别想着翻身。那嫌恶的眼神，我记到现在。被我刺了一句后，两人的脸色都不算太好。而在这尴尬的氛围里，有人上赶着帮陆池，妙言冷哼一声：周追，就陆少旁边这匹马，都够你好几年工资的了。你要不摸一摸？毕竟你可不像陆少，有赛马场，过了这村，你可就没这店了。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和王纯2个人就一直跟在陆池后头，以陆池马首是瞻，背地里不知道帮陆池干了多少腌渍事情。没想到现在都过去了这么久，他们依旧没变，尽心尽职的当他的狗腿子。都别这么大火气，这马和周追又不熟悉，要是一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在我们火药味正浓的时候，班长出来
当和事佬，他也注意到刚刚陆池差点被咬，主人都差点被咬，我要是直接上手，那估计是真的被咬了。我瞥了妙言一眼，都不想正眼搭理他，直接朝着追风走去。见到我这么容易就中了激将法，妙言和陆池交换了个眼神，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班长想要伸手挡我，却被我轻轻推开了。大学4年，班长算不上好人，但也算不上坏人。据我所知，在当年竞赛的事情上，他还帮衬过我一点。被我拦下后，他担忧地看着我朝着追风走去，而陆池则是摆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在他租下这个度假村的时候，就有人告知过他，马厩里面头有白章，缰绳上有着刻字的赛马，是这座度假村主人的心头好。除了他的主人，这匹马谁都不认。没看到他刚刚想要摸一下，都差点被咬了手吗？想到这，陆池准备看好戏的心情都被破坏了一半。他恨恨地看了追风一眼，心里咒骂一句：没长眼的畜生。我倒是不知道他们心里的弯弯绕绕，我只知道追风看我走过来，已经变得兴奋异常，甚至还打了个响鼻。当我伸手的时候，陆池带着凉意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别怪我没提醒你，这马可只认它的主人，你要是被咬了，可别怪我。我都不用回头，都能想象到陆池脸上的神情。见此，我只是回了一句：不劳烦陆大少爷费心了，我看你这个主人不也差点被咬吗？你……陆池对我怒目而视，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轻柔地抚摸着追风。1秒、2秒、3秒，他依旧温和。不是说这马只认它的主人吗？人群中，一个女同学疑惑着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一出，陆池脸色一冷。好了好了，既然周追没事，那我们就到别处转转吧。班长笑着开口调和，卑微地看着陆池。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已经明了，估计是班长有求于陆池，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大家鱼贯而出，我站在原地，准备最后一个出去。而就在妙言出门的时候，故意撞了我一下。得益于这几年赛马和健身，这小子撞我没撞动，反而打了个踉跄。稳住身子后，他没带好奇地瞥了我一眼，说：算你小子好运。随后拍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真是沾了晦气。像你这样的能摸到陆少的赛马，你就偷着乐吧。可是我也有赛马哦。我微笑着回应：你哈哈哈哈哈，你做梦做疯了吧？你这个几年前将车房都抵押了的，你和我谈赛马？妙言讥讽地看着我，他的样子和几年前在银行见到我的时候如出一辙。当年我事业刚刚起步，因为资金链断裂，迫不得已去了银行抵押车房。碰巧在银行大厅撞见了妙言，他看到我的时候还有些惊讶，在看到我是来抵押车房的时候，惊讶就变成了嘲讽。在我离开银行的时候，他还假惺惺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周追，怎么落魄到如今这个地步了？如果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来找老同学，我会给你留个保安的职位的。回忆与现实重合，而我现在对于他的讥讽表情只是感到可笑。我打开手机，挑选了张我和追风的合照，只不过这张合照里面追风并没有带着项圈。我直截了当地拿给妙言看，诺，不信你就自己看。妙言死死地盯着我的手机，想要从这张照片上找到 PS 痕迹。而这时候，陆池率先看到了我和妙言的对峙，带着一堆同学走了过来。陆池一过来，妙言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五一十地将刚刚的事情和他说了。听完他的话后，陆池眯着眼
仔细看了眼我手机上的照片，见同学们都走了过来，我笑意盈盈地对大家说：“说来也巧，我也有一匹赛马，而且和陆少的还有些相似。”这话一出，不少看到我手机照片的同学开始附和：“你还别说，还真的有点像。就是，你看这额头上的白色印记，和我们刚刚在马厩看到的马还真的差不多。”同学们讨论得越发热闹起来。与其同时，陆池的脸上可谓是五彩斑斓，不敢置信、慌乱，最后又转化成愤怒。好了，他一声大喝，镇住了所有人：“陆池，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陆池冷冷一笑，掩饰住了眼中的慌乱。他指着照片，大声说：“你以为把我赛马的项圈 P 掉，就能把它当作是你的了吗？”我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也能成为陆池朝我攻击的点。再者说，那也不是你陆少的马呀。对呀，这分明就是 P 的。以你的条件，还想要供养一匹赛马，难道是养在你家？那也可以，反正是农村。王纯满脸嘲弄。这时候，我展示给他们看的手机上跳出来一条微信信息：“小钟，今天那些饲料送不过来了。”离得近的同学都看到了这条消息，尤其是陆池和他身旁的陈威义。陆池看到这条信息，就像是抓到了什么把柄。饲料，周追，你就别骗人了。我这马场里面的赛马吃的都是私人配置的马料，你这些饲料怕是用来在乡下喂猪的吧？他这话一出，陈威义也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庞佛认定了我是乡下养猪的，我也没做什么反驳，只是耸耸肩，任由他们去了。陆池带着同学们浩浩荡荡地朝着换衣室的方向走去，而这时候，班长偷摸地来到我旁边，他拍拍我的肩膀：“周追，真是对不住，是陆池让我一定要让你来。”他有些尴尬，但还是实话实说了。我早就看出来班长是有求于陆池，但没想到他居然会主动和我挑明：“班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陆池帮忙？”见我主动询问，班长挠挠头，还是点了头。你也知道，陆池给学校捐了批赛马场的物资，打通了门路。他话没说完，我就明白了。所以你是想要借助陆池的门路？班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没事，这个门路很快就不是陆池的了。”说完，我没等他回答，就跟上了大部队的脚步。那个赛马场其实是我赞助学校建造的，没想到的是，陆池居然捐助了物资，打通了门路。一个赛马场里面的利润确实不小，我只是不太关心。而现在让我知道了这件事，陆池就不要想安心弄下去了。走到换衣室门前，我就看到陆池正在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交谈。我摸了摸下巴，总感觉这个中年人有些熟悉。接着我打开微信，找到了那个我备注陆管事的微信。这个人的头像就是正在和陆池交谈的中年人。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瞬间我就想明白了，为什么陆池敢谎称这个度假村是他的。原来是有人从中帮忙啊！陆管事并不认识我，之前关于度假村的事情都是让阿峰一手打理的。于是我就像是个普通同学，混入了人群。同学们，这是我的大伯，你们可以叫他陆管事。我平时让他帮我打理这个度假村。陆管事朝着同学们点点头，随后拉开了换衣室的门。同学们，你们可以进来挑选了。出奇的是，陆池没有再继续为难我，我也乐得清静，随便换了套装备后，就随着大部队来到了跑道上。当我看到老林牵着追风出现在跑道上的时候，我并不意外，毕竟他已经请示过我，而我的态度是
骑，让他骑，不让他摔个半死。他还真当自己是追风的主人了。这个赛马场，追风只服3个人，我、阿峰和老林。所以当他被老林牵着的时候，还是表现得比较温顺。或许在马厩看着并不明显，同学们现在看到追风，一个个都啧啧称奇。纯血马不管是从姿态还是气势来看，都要远远超出其他马。王纯带着羡慕的眼光看了看追风，接着转过头来对陆驰说：“老大，听说你是不是给学校捐了个赛马场？听说校长都要亲自感谢你呢。”陆驰摆了摆手，志得意满地回答说：“没有，只不过是给赛马场捐了点物资罢了。”我站在旁边白了陆驰一眼，还好他没冒领这个赛马场，不然我可等不到这场大戏演完。妙言看到我白了陆驰一眼，说出的话句句带刺。有些人不像我们陆少，还能回馈学校，拿了这么多年奖学金，最后还不是一无是处。没有直接点我的名字，但处处指的是我。陆驰高高的昂起头，活像是个斗胜的公鸡。他到追风身旁，准备翻身上马。我眼里含笑，时刻准备看他的笑话。他翻身上马的动作继续，而我在心里默数：3、2、1，砰！人仰，马倒是没翻。老公，陆少，没事的。微意，陆少不会有事的。休息室里，我们一行人坐在里面，唯独少了陆驰。度假村里面有医务室，陆驰只不过是摔了下去，有我在一旁悄悄安抚追风，没受什么大伤，只不过伤筋动骨100天，这可有的他受的了。陆驰我倒是不关心，我盯着休息室里的电视。此时电视里正在播放金马奖的颁奖典礼，有些人还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陆少都受伤了，还有这闲心看电视呢。妙言看不过我气定神闲的样子，不咸不淡地刺了我一句。听到他这话，我笑了一声，接着说：“同情心，你们要是有这东西的话，也不会在那次竞赛上给我下绊子。”说完，我看着陈威毅，一字一句地说：“当年从我这拿的模型原马好用吗？”提到了当年的事，陈威毅脸色一白，颤抖着嘴唇，还是没有说出话来。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最后结果都出来了，就是你抄的我们陆少。当年和他们一同陷害我的王纯急了，毕竟这里这么多同学，也有当时不明白情况的。要是我在这里挑明，他们脸上也挂不下去。我已经申请让学校重新再查，我记得当年的档案还留着呢。我上下打量了王纯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声。或许当年的监控也留着。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一黑，没再和我争辩。这时候，休息室的门开了，陆驰黑着脸，右手背成个粽子走了进来。都聚在这里干嘛呢？见陆驰回来了，王纯立马添油加醋地和陆驰说了这一切。听完后，陆驰哼了一声，掏出手机晃了晃，正好刚刚校长给我来了电话，我在包扎就没接，要不要我给你打回去，看看当年那件事到底是个什么结果？他一脸笃定，仿佛是认定我说的是假话。我倒是无所谓，直截了当地回答说：“那你打。”电话很快接通，陆驰直接按了免提。校长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陆驰，周追在你旁边吗？”校长这话一出，众人纷纷看向我。在。校长，你找他什么事？陆驰瞥了我一眼，回答说。电话里面沉默了片刻，只听校长叹了口气：“周追，当年那事情是学校没有查清楚，当你居然还能既往不咎，给学校捐了赛马场，这是学校欠你的。你放心，我作保，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查得明明白白。”看着周围人呆滞的面庞，
尤其是陆池黑得像墨水的脸。我闷笑一声：“好的，校长，等我有时间，我亲自去学校和你聊。”好，好，一连2个好字。说完后，校长直接挂了电话。几秒后的寂静，我就听见休息室群魔乱舞，班长颤抖着手搭上我的肩膀，仿佛是还没从刚刚的话语中反应过来。咕嘟，他咽下一口口水。周追，那学校的赛马场真是你捐的？我点点头，他眼里闪烁光芒。班长知道，既然学校的赛马场真的是我捐的，那么我刚刚说的话也就是真的了。而陆池他们几人黑着脸没有作声，尤其是陈威义，满脸全是不敢相信。同学们几乎要乱作一团，毕竟也没人能够想到，参加个同学会居然能够听到这么爆炸的消息。怎么说，当年周追是被冤枉的，可我记得当时举报周追的不就是陆池吗？这个还重要吗？你们刚刚听没听见周追给学校捐了什么？赛马场，那可是赛马场。我说学校怎么阔气了，居然建了个赛马场，搞到最后还是周追捐赠的。嗡嗡，我拿出正在震动的手机，看到是谁给我打来了视频，我会心一笑，抬头一看，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按下接通键，阿峰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这时候，站在我旁边的班长发出尖锐报名：“这不是秋风吗？”见到有人认出了自己，阿峰笑着和班长打了个招呼：“颁奖还顺利吧？”“当然。”“你看。”阿峰笑着向我挥了挥手上的奖杯，在笑容的衬托下，身着礼服的阿峰更显娇艳。秋风，那个刚刚获得金马奖的秋风。我靠，金马奖颁奖典礼不是刚结束吗？他这时候给周追打电话，难道说一时之间，无数猜测喧嚣成上，原本想在颁奖典礼和你求婚的，结果今年特殊，这个环节被取消了。他吐了吐舌头，一脸娇憨的模样。我还没说话，他就被身后人喊了好几次：“你先忙吧，等回家再说。”好，挂了视频，周围人纷纷看着我。我的同学中不少是秋风的粉丝，现在都两眼放光看着我，似乎是抓到了什么惊天大八卦。尤其是妙言，现在简直坐立难安，毕竟他也是秋风的粉丝，现在知道我是秋风的男朋友，他真的是骑虎难下。在知道了秋风是我女朋友后，陆言像是抓住了我什么把柄。哼，吃软饭的家伙！我说你怎么有钱给学校捐了图书馆？原来是沾了女朋友的光。王纯跟着帮腔，现在的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是不是真的还难说呢？谁知道是不是找人演的？他话音刚落，就有同学惊呼一声：“快看热搜！金马奖影后秋风和某周姓男子求婚。”点开热搜第一，就是一条视频，里面正是秋风身穿礼服，拿着婚戒和我求婚的视频。我深呼口气，眼角一酸，到了这里，我也懒得和他们演了。这时候，陆管事推门而入，看到我们这副样子，他问：“怎么了？”这时，在知道了热搜第一和我就是那个周姓男子后，陆管事真的是坐立难安。他看着我脸上玩味的笑容，又看了看一旁黑着脸的陆池，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准备先向我告罪。我敲敲桌子，先发制人：“陆管事，我把度假村交给你，你就是怎么打理的。”这话一出，陆池就像是看疯子一样看着我：“你的度假村？你真是别开玩笑了，你疯了吗？”“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给学校捐了赛马场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度假村可不是你的。要是想要度假村，还是去吃你女朋友的软饭吧。”听到我这句话，陆池三人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
奋起反击。我看着陆池自信满满的样子，有些疑惑，为什么他会这么笃定我不是这里的主人呢？这个问题还得问陆管事。陆管事也只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秋风，并不知道我是他的男朋友。又因为秋风要参加颁奖典礼，这段时间回不来，所以才放心让陆池来装这个逼。班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大声说：“我明白了 ，ZF 根本不是什么祝福，是追风。而今天也是周追和秋风的纪念日。”他晃了晃手机，手机上正好播放到秋风说今天是自己的纪念日。这里事已至此，大家的目光全都汇集在陆管事身上。老板，陆管事羞愧地低下了头，没好意思继续说。而他这一句老板可让陆池丢尽了面子，他苍白着脸，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我不经意间展示出的一切都比他高出许多，钱、权、女人，哪一个我都要比他强的太多。若不是我不愿意和他比较，他早就应该输得一败涂地。事已至此，大家都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王纯颤抖着嘴唇，哆嗦着和我道歉：“周哥，当年那件事是我鬼迷心窍，不应该和他们联合起来陷害你，你能不能放我一马？”听到刚刚校长的话，他知道当年的事情是必然被翻出来重新查，要是被学校发现是他从中作梗，很难说他的学位证书会不会被收回。陈威义眼里也含着泪光，向陆池发送眼神求助。可陆池现在哪里还管得上他，他都自顾不暇了。陆池被陆管事按着头向我鞠躬道歉：“老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别开除我。只不过现在我谁也不想理，谁也不想放过。我放过了他们，谁来放过当时的我？”陆池额上不断沁出豆大的汗水，面色苍白，整个人都神情恍惚。毕竟装逼被当场揭穿，这以后他的名声可要彻底臭了，在同学间他可就再没翻身之地了。这件事之后，陆池他们几个人就退群了，而我也和班长达成了协议，给了他学校赛马场的门路，让他往里面售卖物资。至于之前一直跟在陆池身后的妙言，知道我是阿秋的男朋友，不，现在应该是叫老公，就一直以各种手段骚扰我，想要跟我要他的签名。我直接将他拉入我的黑名单，同学群里面没了陆言，我就成了新的被巴结的对象。只不过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叫做记仇。之前和我无仇无恨的，我帮衬一点也就算了，要是之前和陆池一路子的，我一概不理。这件事之后，我和电话里说的一样，和秋风一起回了趟学校。校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我给学校赛马场又输送了一批赛马。而当我问起当年那件事的处理结果时，校长面色有些尴尬，但还是和我讲了，说当年是学校没有查清楚，现在已经开除了他们的学籍，取消了他们的毕业资格。我听到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这样，我可以和当年的我自己和解了。阿追，快过来呀！来了。就这样，我和阿峰在我的大学门前拍了第一张婚纱照。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